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透露，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修改稿已经完成小组审议，11日将由大会表决。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将在未来12个月内完成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工作，当中涉及最少20项香港本地立法。全国人大着手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确保爱国者治港，为特区政府施政排除政治阻力。正在审议的国家“十四五”规划也为香港预留了角色，擘画了蓝图。这些蓝图将变成现实，香港将开创全新的局面。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田北辰表示，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決定草案修改稿完成小組審議，11號將由大會表決。嗰啲有少少數字啦，嗰啲選委會嘅人數啊、立法會啊、將來嘅議席啊嗰啲咁啊，即係大會通過咗之後就會有啦。咁但係去到最後提名，立法會係咪同特首嗰個提名方法一樣啊？其他啲細節係點呢？就肯定我覺得呢個階段未有嘅。人民日報周三發表評論稱，香港現行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主要內容都是30年前由基本法確定的，但隨着社會政治形勢的變化，一些制度缺陷逐步浮現，特別是修例風波以來，漏洞暴露得更加凸顯。評論強調，香港需要的不是空洞的形式民主，而是適合實際的好制度。鞋子合不合腳自己最清楚，制度好不好，關鍵要看是否符合實際，能否促進香港繁榮穩定。評論認為，從全國人大公布的決定草案有關說明來看，賦予選舉委員會更大職能，擴大社會均衡有序的政治參與，是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重要思路。這既能確保愛國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不給反中亂港分子任何竊取、染指、管制權的機會，也能實現更加廣泛的代表性，更好凝聚香港社會共識。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在接受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訪問時表示，全國人大會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關於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去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1和附件2，這兩部分具體規定如何選舉行政長官及立法會。他強調，完善選舉制度需要有一個審核或證明候選人資格的機制，即是候選人是否能達到愛國者的標準，去參選立法會議員或參加行政長官選舉。相信這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最後公布的安排中至關重要。去年為香港制定香港國安法，是真的為我們帶來由亂到治。怎麼保證香港特別行政區裏邊實行的政治制度也是安全啊，不會讓一些不愛國的人士進入了我們的政治體制，或者是讓他們勾結一些外部的勢力來影響香港的政治體制。這次完善選舉制度，就從政治安全也有了保證。對於香港本地法律的配合，林鄭月娥指出，將在未來12個月內完成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工作，當中涉及最少20項本地立法。完成本地立法後，仍有一連串工作要做，包括選民登記、處理候選人資格、確定投票日等，時間表非常緊張，但他會確保特區政府把這件事放在最優先位置處理。林鄭月娥還透露，將會在本地立法中設立一種機制，以保障通過資格審核的立法會議員一旦有任何不好的行為，便讓他們不能再繼續治理香港。香港未來要發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大勢所趨。林鄭月娥表示，國家“十四五”規劃涉及香港的部分有非常重要意義。規劃中又提及香港增加多個定位，包括作為國際航空樞紐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及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林鄭月娥重申，香港會把握好國家給予的機會。這次國家第14個5年規劃裏邊有關香港的部分，其實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有深度的參與，所以未來的5年，我們一定要用好這個國家規劃裏邊給我們的機會。而落實愛國者治港也為解決香港民生發展問題帶來契機。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7號會見港區人大代表，在講話中他強調，香港住房問題需要着手解決。對於香港常年面臨住房難的問題，林鄭月娥曾指出，房屋是香港眾多問題的症結，房屋問題未能解決，社會難以長治久安。香港住房以貴、細、擠聞名，過去近20年的土地供應及
使用机制衍生出香港供地不足、土地价格飙升、公私营房屋落成量均大幅下降诸多问题，最终导致房屋供不应求、房价畸形高企的恶性循环。香港特区政府数据显示，2019年有54.3%的人口居住在私人房屋，另有45%居住在公营房屋。其中大部分属于租住性质的公屋，供给僧多粥少。截至2020年12月底，香港共有15.4万宗一般公屋申请，平均轮候时间为5.7年。房屋的政策是香港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最大的痛点，也是香港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来源。那么我们看到，香港目前阶段存在着很多年轻人无法获得居住空间很多家庭无法解决居住空间狭小的这样的一个客观实际。那么香港的居住空间已经成为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绊脚石。香港大公报的评论认为，事实上，历届特区政府都将房屋问题视为重中之重，提出不少拓土建屋大计，奈何社会上争议多，又遭立法会拉布阻挠。发展新界东北计划、开发农地、利用部分郊野公园及绿地填海造地等等，哪一个没有被妖魔化、阴谋化，以致事倍功半？文章认为，香港社会长期受到深层次矛盾困扰，包括产业结构单调、经济增长放缓、土地供应不足、人口老化等。破解这些难题，现在迎来契机。全国人大着手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确保爱国者治港，为特区政府施政排除政治阻力。正在审议国家“十四五”规划，为香港预留了角色，擘画了蓝图。这些蓝图将变成现实，香港将开创全新的局面。“14五”规划呢，对香港给予了最大的支持。我们对香港的定位给予了重新的塑造。那么，不仅支持香港保持原有的优势，那么为香港的明天又提供更好的发展的契机。所以，我觉得香港应该抓住这样的很好的机遇。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基金局主席黄友嘉告诉深圳卫视记者，中央非常重视香港的民生问题，民生问题必须解决，香港也必须继续发展，只有这样，香港繁荣稳定才有保障。我们民生在过去的这2-3年受到很大的一个破坏，我们不单是没有改善，而且呢是在倒退，有必要呢采取一些果断的措施来扭转这个趋势。所以呢，如果呢我们不发展的话呢，那社会也不会稳定，我们的安全呢也就没有保障。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我们常说香港要抓住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历史机遇，那么从两会热议的“十四五”规划及2035远景目标中，您能否来说一说香港机遇究竟有哪些呢？主持人好，这个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香港机遇呢有很多，无论从国际大势看，还是从国家发展的大局看，那么香港的角色呢都在发生变化。香港的历史机遇呢也就在此，能否抓住，那么就要看国家呢赋予香港的发展空间，也要看呢香港特区执政团队和港人的眼光和努力。那么说的更明白一些呢，就是香港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遇到了瓶颈，能不能突破产业的局限和地域的局限，就是关键所在。而中央呢，这苦口婆心的劝导的这个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恰恰呢就是为香港的产业突破和空间突破呢提供了机会，就是呢要香港的发展呢不再拘泥于一座城市，而是呢要把脚步拓展到粤港澳大湾区，拓展到中国内地，拓展到最新的世界发展进程之中。在大湾区的这个发展战略中呢，香港的定位是最高也是最全面的，既是湾区的4大中心城市之一，这个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和国际航空枢纽，也有这个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这个国际资产管理中心以及风险管理中心的功能，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等等呢，这个含金量比较高的具体利好。那么还有呢，这个大力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再工业化等呢，这个针对性比较强的愿景描述。那么在“十四五”规划之中呢，从国家发展大局呢，对香港做出了几个新的定位：国际航空枢纽、风险管理中心、国际这个创新科技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和这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这1个枢纽4个中心呢，
就是香港的新的机遇，不仅呢能够更大限度地发挥香港的优势，而且呢补上了这个香港的短板。你比如说这个科技创新啊、知识产权交易啊、这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等等，那么就完善了香港的产业，扩充了这个香港的发展空间。香港人焦虑的就业、住房等问题呢，也就可以迎刃而解。长期繁荣稳定呢，就有了广阔的腹地和坚实的保障。这呢，就是香港机遇，能不能抓住呢，就要看香港人怎么做了。两会的热门话题还有完善香港选举制度。那么，观察认为这是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的关键一步。您是如何理解的？这种判断呢是很准确的，切中要害。要让香港呢保持长期的繁荣稳定，首先呢要有良好的社会秩序，有高效率的政府，有相得益彰的内外部环境。所谓长久之安呢，就是要有一套避免社会动荡的体制机制。那么最近几年来呢，特别是2019年发生修例风波以来，这反中乱港势力和本土的激进分裂势力呢，公然的这个鼓吹港独等等主张，肆无忌惮的进行拦炒行为。不仅呢要竭力的瘫痪特区政府，而且呢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香港的宪制秩序，试图阻挠一国两制的正确方向。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别说香港进一步发展了，就是能够保住现有的成果都很难。这个经济民生状况呢是严重的恶化，这些呢也都是事实。中央呢就做出了很审慎的一个判断，认为呢出现这种乱局，关键呢在于香港现行的选举制度存在明显的漏洞和缺陷，那么为反中乱港势力呢这个抓到管制权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呢，就要通过完善选举制度来消除制度机制隐患和风险，来确保爱国的治港，确保呢在特区政府这个依法执政和有效的这个治理，来确保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那么去年实施的香港国安法呢，它补上了这个国家安全的漏洞。那么几个月下来呢，香港呢是有乱机制，那么与香港、与中国、与国际企业都是好事，经济呢正在逐步的恢复，这个外国投资者和机构呢对未来也更有信心。那么今年呢，这个完善选举制度将在社会治理和营商环境上呢会产生更重大的影响。那么前几年发生的那种街头黑暴呢将不复存在，不仅惠港，而且惠及到所有在港的这个中外企业和人士。地球人都知道一个常识啊，这个宜居宜业的首选条件呢就是安全、安宁、安定。没有人呢愿意到动乱无序的地方去生活和去投资。可以说呀，这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呢，就是把捣乱者、颠覆者、蓝潮派呢给淘汰出局了，就能够更好的践行民主、法治、言论自由等原则，维护香港长期的这个繁荣与稳定。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3月9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这是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第4次下团组，也是他连续第9年在这个代表团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划重点。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3步走起步之年。如何开好局、起好步？习近平提出的一系列明确要求，在全军引发强烈反响。习近平主席不仅对过去1年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还就做好“十四五”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局起步工作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对于习近平的这次重要讲话，新华社梳理出了4个关键词，分别是以战领建、创新驱动、战略管理和军政军民团结。习近平多次说过，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2019年10月，党的19届4中全会提出，坚持以战领建，抓建卫战。而在3月9号的讲话中，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坚持以战领建，加强战建统筹，抓紧推进战略性、引领性、基础性重大工程，加快打造高水平战略威慑和联合作战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0月“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打造高水平战略威慑和联合作战体系。这次习近平讲话又增加了“加快”2个字，从打造到加快打造，这项工作的紧迫性不言而喻。
因为我们的国防建设和军队的训练都是围绕打仗，也就是作战啊。那既然要打仗、要作战，那么我们的国防建设就不是和其他国家进行这种所谓军备竞赛，那我们的军事训练也不是搞花架子，而是要为了这种实战，所以呢，它是以作战来引领国防建设和我们的军事训练。而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是以战和建要统筹，但是怎么统筹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就是现在面临的重大的课题和任务。所以呢，习主席向我们明确提出了要求，同时也给我们指引了方向。“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正在提请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审查。草案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3月9号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要强化创新驱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充分发挥科技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他强调，要大幅提升国防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科技强军与科技强国建设密不可分。去年7月30号，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就强调，要坚持自主创新战略基点，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发展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加快实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重大战略工程，不断提高我军建设科技含量。在3月9号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了一件大事：创新的根本在人才，要加强战略谋划、创新思路管理，拿出务实举措，把我军人才工作向前推进一大步。一流的军队应当有一流的管理理念、一流的战略素养。去年，一场广受瞩目的全军战略管理集训在疫情背景下展开。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着力更新管理理念，提高战略素养，着力健全完善战略管理制度机制。去年8·1建军节前夕，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也谈到了提高战略管理水平的问题。他说，要畅通战略管理链路，实质性推进军事管理革命。这次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加强战略管理，优化项目论证方式和立项审批流程，加强重大项目统筹调控。习主席在强调这个问题的时候讲述，要扭住战略管理啊。为什么讲扭住呢？扭住就是紧紧地抓住不放，就是要抓实。我们制定了这样的战略规划，不行，不够。为什么呢？我们一定要落实，就是要进行检查。如果我们把它只是放在口头上、字面上，没有去落实，那就没有按照习主席要求，就是扭住。习近平高度重视军政军民团结，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中央工作，都反复强调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强调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每次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习近平都对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作出重要指示。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党和国家部署要求，把担负的国防建设领域职责履行好，要发扬军爱民、民拥军光荣传统，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汇聚强国兴军强大力量。香港《明报》注意到，在周二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安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全军要统筹好建设和备战关系，做好随时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这是他首度提出中国安全形势不稳定与不确定性较大。《明报》报道称，过往中国官方提到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多用于外部经济环境。此外，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要坚持以战领舰，加强战舰统筹，加快打造高水平战略威慑和联合作战体系，要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主动性，把我军建设年度计划安排的各项工作往前赶、往实里抓，确保早日落地见效。我们当然是希望和平安定，但是呢，我们看到路上有些国家向我们进行这种有意识的挑衅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海上方向的这些就是外国的军机啊，来进行侦察或者是抵近的啊这种挑衅的性行动，这也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它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那么习主席提出来，既然这是一种现实的情况，或者是说我们要面对的这样一种安全环境，那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作为一个钢铁长城，牢牢的保卫啊，或者是守卫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的安全、海上权益，就是
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来使我们国家来进行正常的这种经济建设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有6名代表在3月9号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发言，其中军事科学院政委方向谈的是国防科技创新，军委科技委副主任辛义谈发展新域新质作战力量，陆军第76集团军工兵旅1级军事长齐虎广谈创新军事制度，陆军指挥学院政委肖东松谈创新人才工作，军委战略规划办主任王辉清谈落实军队建设年度计划，火箭军后勤部长王启凡谈提高军产管理效益。深圳卫视记者梳理相关资料时了解到，谈国防科技创新的军事科学院政委方向为中将军衔，作为培养解放军高科技人才摇篮的高等院校，军事科学院现有以20多位两院院士、100余名首席专家领衔的高层次人才队伍，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共约1400余人，堪称解放军最强大脑。军科院领导班子成员也十分强大，共有3名中科院院士，放眼全军各大单位也堪称一枝独秀。而此次发言的军科院政委方向，此前曾担任武警部队政治部主任和火箭军政治部主任。火箭军作为解放军高科技含量最高的军兵种，更是国防科技创新的重中之重。谈发展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的军委科技委副主任辛义也是中将军衔，曾担任总装备部电子信息基础部部长，2014年12月升任总装备部科技委副主任，军改后转任军委科技委副主任。作为新质作战力量的核心组成部分，电子对抗能力备受各国军队重视，而辛义恰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实际上，习近平高度关注解放军提升新质战斗力。2月4号，习近平视察空军航空兵某师，专门登上某型特种机，进入任务舱查看任务系统，了解特种机工作流程和执行任务情况。习近平强调，现代战争中，制信息权成为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要加快发展先进装备，加紧培养专业人才，加强针对性对抗性训练，推动新质战斗力加速提升。因为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个词，现代战争呢就是信息化的战争。因为只有信息化程度呢非常高，你才能变得耳聪目明，才能对态势呢进行详细的掌握，才能制定出来有效切实可行的这种战术战法，才能去打赢。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别评论员吴健。吴先生您好。昨天，习近平主席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特别强调当前我国安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全军要加快打造高水平战略威慑和联合作战体系，做好随时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那么，吴先生，您对此有何观察呢？从过去1年的风浪里，我们已看到，国家安全早已超出传统意义的军事安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叠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我周边横行，威胁我们的核心利益。中国武装力量面临自身改革进入深水区，外部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建设与战备任务异常繁重，统筹协调的难度之大，前所未有。习主席在讲话里突出强调以战领舰，加强战舰统筹，这就要求我们更加贴近当今新军事变革的实际，按照中国国情扎实做好练兵备战的工作，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完成党和人民所赋予的神圣使命。主动应变的军队总能占得先机，愚钝保守的军队则难逃覆灭。那么今天，基于信息化的颠覆性技术，首先是加速了当前军事体系的失效。比方说，高超音速导弹正导致现役防空武器过时，无人机蜂群让防空反导失效，而网络战呢，会让各国现有的指挥系统面临瘫痪。更严峻的是，仅有颠覆性技术手段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实现各种技术综合集成的体制编制。所谓综合集成，就是基于信息网络体系的联合作战。美军的最新概念是叫多域战，要求综合运用地空海天网电所有的战斗力，打时间差、空间差与技术差，在敌人来不及反应的时赢得胜利。领悟了这一点，我们可以预期，习主席指示我们，大国军队
要在这场新军事变革中勇立潮头，至少要把握以下4点：第一，要加强先进技术预警和发展方向的研判，因为所有国家的科研资源都是有限的，如何把有限资源投入关键领域并产生最大军事效益，是任何军队都要关注和把握的。比方说，美国现在就把资金人力集中到太空、网络、导航等关键技术上，还有那些像电磁炮、激光武器等等新概念武器。第二呢，要加强创新军事理论研究，将正在涌现的各种新质战斗力和未来具体作战的响地要紧密结合，确保先进军事理论的聚焦性、适用性和指导性。那么第3点是要注意全面发力与系统推进。我们前面讲的都是发展先进军事技术，但真正产生效益，最根本、最要紧的还是要培养和造就大批的高素质精英人才，尤其是高端的系统工程人才。只有他们走上关键岗位，我们才能让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联合作战有效遂行，稳操胜券。好的，谢谢吴先生以上的分析，也请您保持在线，稍后我们会继续连线您，谢谢。据南华早报和路透社等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官员透露，中美两国近期可能在阿拉斯加举行高层会晤，但白宫并未证实这一信息。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最快将在4月就一项旨在应对所谓中国威胁的2党一揽子议案进行投票，内容不光涉及中美在不同领域的竞争，还包括利用所谓民主和自由对中国再次发起攻击。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几天前的两会外长记者会上，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谈到中美关系时，第一句话就是不干涉别国内政，是联合国宪章的明确规定，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包括中美在内各国都应切实遵守。中美高层或将举行会晤的信息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带来哪些积极影响？来看报道。香港南华早报周二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美方正同中方商谈近期邀请杨洁篪主任、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同布林肯国务卿、沙利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阿拉斯加举行中美2+2高层会晤。这一会议若能成行，将是美国总统拜登今年1月上任以来两国高级外交官的首次面对面正式会晤。该名拜登政府高层官员对路透社说，讨论中的会议将不是总统层级，但会是非常高的级别。我们正在与中国讨论关于高层对话的可能性，我不能透露更多了，不过我会说是在近期。英国金融时报周二透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可能会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一起会晤中国对等官员。报道强调，如果布林肯和沙利文一起会晤杨洁篪和王毅，这将是美国国务卿和国安顾问首次一起会晤中国官员。报道还提到，如果最终敲定，会晤很有可能在美国阿拉斯加州最大的城市安克雷奇举行，因为安克雷奇对双方来说将是一个地理上的中途点。路透社上周4报道，布林肯与美国防长奥斯汀计划于3月15日访问日本和韩国，而布林肯在结束日韩之行后，在返回华盛顿时就会经过安克雷奇。当地时间周二，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有关阿拉斯加会议的报道时表示，拜登政府与中国进行了直接接触，但目前没有敲定或确认任何细节。Obviously, the president spoke with President Xi back February 10th, and we will look forward to seeking opportunities for engagement, but we don't have any details finalized or confirmed at this point. The president and his national security team will have with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in the months and years ahead, but we are directly engaged. There are a range of issues we, of course, have talked with the Chinese about through those engagements. We don't hold back about our concerns, but we also look for opportunities to work together. 在周3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也对相关问题作出回应。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中国农历除夕成功通话，双方同意中美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目前我没有可以向你提供的消息。中国农历除夕当天，习近平应约同拜登通话，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深入交换意见，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明确了努力方向。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日在出席全国两会记者会时表示，愿与美方一道全面落实这次重要通话的成果，共同推动中美关系辞旧迎新，实现健康稳定发展。但王毅也强调，谈到中美关系，首先还是要恪守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个原则。中美可以合作、需要合作的清单就放在我们的面前呀，包括抗击疫情、经济复苏、气候变化等等。我们愿意本着开放的态度，与美方探讨和深化合作。当然，我们也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尽快解除迄今对中美合作设置的各种不合理的限制，更不要再人为制造出新的障碍。两国元首刚刚通了2个小时15分钟通话，能讲2个小时15分钟，肯定是讲了很多问题。那么需要下面的执行官员呢，把细节对接一下，我们叫 follow up， 把两国元首交流的一些项目落实下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最近呢，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发生一些事，比如说慕尼黑安全会议啊，马上举行的美国和日本的2+2的会谈啊，这些重大的事情呢要交流一下，双方不要有误判。那还有可能呢，就是为两国元首的见面进行安排，这是我大胆的预测。在中美或将举行高层会晤消息出来的同一天，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透露，他希望参议院最早能在4月就一项旨在应对来自中国威胁的2党一揽子议案进行投票。一揽子计划将应对与中国在技术和其他领域的经济竞争，但也将包括所谓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甚至还将涉及新疆、香港、南海等相关问题。路透社报道指，梅嫩德斯称，他正与共和党人就这项议案进行合作，2党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知名国际问题专家黄静表示，为了联合盟国缓解国内矛盾，美国也需要摆出对华强硬姿态。但实际上，拜登政府也明白，美国不可能完全拒绝与中国合作。拜登作为一个比较现实的总统，他知道美国要处理跟美国利益息息相关的一些事项的重大关键事情，他没有中国的合作，他是做不成。所以现在国内的议员，他投票跟中国竞争也好，也跟中国是威胁，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两国现在不可能没有交流。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视频讲话中说得非常清楚，说我们要加强沟通，建立互信，和平共存，竞争也可以共存的。美军印太司令部近日不断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论，甚至炒作大陆武统台湾的议题。即将卸任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周二在参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鼓吹中国大陆可能试图在这个10年甚至6年后控制台湾。美军印太司令部在涉台问题上有何图谋？拜登政府手里的台湾牌到底会怎么打？施洋、钟厚涛点拨关键。3月7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就美国涉台政策表明严正立场，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但台湾方面陆委会就此回应称，拒绝承认一中原则。此外，美国印太司令部近日也不断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论，甚至炒作大陆武统台湾的议题，继续忽悠台湾购买美国武器。拜登政府未来究竟会在两岸问题上扮演何种角色？来看报道。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海峡两岸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大势所趋。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没有退让空间，敦促美国新一届政府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彻底改变上届政府越线玩火的危险做法，慎重和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台湾方面陆委会以书面形式对此回应，仍然拒绝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大谈所谓主权、民主、自由，还妄称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有权利与国际社会正常交往。中国大陆和美国现在都已经明确，那么两岸同属一中的情形下，蔡英文当局未来如果继续再去死守所谓他们的台独党纲，那么拒不接受9·2共识，那么未来它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民进党当局通过人事调整等等，然后释放出一些新的信号，表示要去推动两岸关系春暖花开。
那我必须强调的是，没有9·2共识，两岸就没有春暖花开。而美国方面一直企图在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大陆，在背后推动台当局以美抗陆的同时，也在鼓吹炒作大陆武统台湾的议题。即将卸任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周二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就美国对中国大陆可能武统台湾是否做好准备接受质询。戴维森声称，印太军事平衡已变得更加不利于美国，中国已经大力发展了军备，并且将拥有的能力和目标结合了起来。戴维森还鼓吹中国大陆可能试图在这个10年甚至6年后控制台湾。在回答参议员有关美国如何保证台湾防务安全问题上，戴维森提议，美国应该重新考虑所谓对台模糊策略，从专业角度帮助台湾，具体解决台湾一些军事上遇到的问题，比如帮助台军建立更好的后备力量、更快的反应能力。实际上，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吴谦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台当局企图挟洋自重，以武拒统，以美抗陆，是否能达到目的？美国又是否真心帮台湾，也值得关注。实际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与美国之间的塑料情。美国对台湾的所谓支持，全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虚伪承诺，而台湾奉献给美国的，则都是实打实的军购、莱猪等多种多样的巨额保护费。比如台军采购的岸基机动鱼叉导弹系统，因为通讯等相关设备需要调整，因此要到2025年才能交付，并且还需要加价。去年10月26号，美国国务院批准售台最多100套鱼叉反舰导弹系统，其中包含400枚鱼叉反舰导弹、100辆发射车、25套雷达车、4枚遥测弹，总价约23.7亿美元。台湾海军去年建立迅捷专案，编列约17.7亿美元，计划分5年采购100辆载具和100枚鱼叉，剩下的300枚鱼叉则分配到台军一般采购经费。由于这项军购案原并不在台军战规司制定的5年兵力整建案中，对此外界解读这次鱼叉采购案是美方硬塞给台湾，通过订单拯救波音。台湾军方与这个美方就是在炒作大陆武统台湾这件事情上呢，应该算是各怀鬼胎。对于台湾军方来说，在台湾的资源分配，尤其是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防务经费的分配上呢，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更大的份额。而对于美国来说呢，它也有2方面，一方面就是大家一般说的，渲染这个武统能够让台湾购买更多的美制武器，从而呢使美国的军火商进行获得一个更多的利润。而另一方面呢，这个美国单纯的已经开始甚至感觉就是说整个西太平洋的军事实力开始有所谓失衡的危险，因此这个渲染武统很多时候也是美军希望说借此机会向美国的国会获取更多的防务经费。好的，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两会期间涉台问题是一个焦点，王毅及解放军代表团发言人吴谦的发言表态被广泛关注。但与此同时，台湾领导人蔡英文也南下海军基地发出强硬叫嚣，您对此如何看呢？通关两会期间的涉台声音，明确表达了中华民族酷爱和平，但绝非胆怯，绝非不敢用断然措施捍卫国家民族核心利益，这一立场鲜明而实际。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使用武装力量不是没有过，但从动机到目的，哪一次不是为了和平？哪一次不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可以与大家分享一个历史细节，那就是1978年的1月7号，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国会代表时就说过，解决台湾问题就是2只手，2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力量要大一些，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那么第2年呢，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记者时又重申了，我们当然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但究竟可不可能，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
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的愿望。如果台湾当局受到某种鼓励，有恃无恐，根本不和我们对话，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40多年后的今天，我希望台湾的某些人，还有大洋彼岸的一群人，好好回味一下，走不走死路，请你们用头脑而不是意识形态好好想想。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